好，观众朋友好，还有听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早安中国》。我要多加一句，我们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叫做什么编辑专门跟我说，光说观众朋友好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节目同时通过短波广播向中国大陆广播。哦，是吗？希望之声110个台哈，所以呢，你跟人家听众一天到晚说观众朋友好，有点不够尊重人家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每次要记住了，观众朋友好。听众朋友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早安中国啊，又一天的节目。正好呢，解释一下，希望之声在中国大陆这110个台什么频段，怎么收看，怎么收听？对，因为现在呢，美国之音也没有了，包括自由亚洲也打不进去了。是。那么到底怎么收听？如果你在网上又被你封锁，你又不能又翻墙，那么通过希望之声的电波，你可以收听到海外的这些资讯，怎么收听？对，趁这个机会我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石山先生是对华广播的叫做什么来鼻祖了哈，不是鼻祖。叫做创始人哈，待会儿给我们点评一下。那是什么？就是做了很多年，谦虚。好，这样的，希望之声对中国大陆广播现在是将近120个电台。高杰说听哪个频率，这问题绝对是对的，对不对？哪个短波收听哪个频率呢？我跟大家说哪个频率哈，所有的频率。怎么解释？什么叫所有的频率？因为这110个台占住了短波收听频率的所有的空间。所以呢，因为你要听收音机，你这个时差你知道，你要多少个台可以听？一个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就 roll the dial 哈，我说英文老师有观众朋友说我哈，就是说把那个就扭那个叫做频率，你扭到一个就待在那就可以了。如果被干扰掉，再去扭下一个，因为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叫做饱和广播，饱和攻击，好吧？饱和轰炸。当然，我拿伊朗跟我们这个比的不合适啊，但是那个概念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说呢，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布满了中国的天空。布满了所有的频率，为什么呢？它等于是在空中把这个叫做干扰的这个铁幕撕开呢？我在说，我可以说了哈，因为现在情势有变了。美国在中国有5个监听站 ，OK， 我就不说在什么地方了哈。这个监听站是布满了天线，所以空中什么听得见，什么听不见，美国人都知道。那么他们的数据库有开放给希望之声，那我有进去看到过。希望之声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过去10几年来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进去听得见的电台。对，因为其他的就盖掉了嘛，因为没有任何一家电台，包括这个石山服务的自由亚洲电台，对，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叫做饱和性的占满天空，因为它就只有10几个波段，对，然后就被对方针对性的一覆盖，你就听不到了。是这么个情形哈。所以呢，这里头呢，当然背后是非常辛苦哈。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我觉得可以讲1个小时哈。未来的传奇，现在的秘密，因为不能多讲一多讲可能都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但是呢，这种的努力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中共这边封，那这边希望之声这边破，那我们也来了一个饱和攻击，饱和破网。对，是，所以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也谢谢高杰来问哈，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早安中国这个节目呢，也是通过希望之声的短波广播向中国大陆，同时哈，那么7点到8点半这个样子向中国大陆广播，因为这个节目就是为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打造的。虽然我知道很多的海外朋友听嘛，对不对？因为讲的话题它也跟海外是有关系啊。何况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人我出来这么久，我也很好奇，对不对？我就了解一下，对我们海外的华人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也是这个节目的 very reason 这个是它的原因哈。以前我在海外做广播，实际上还专门跟我建议说，中英文可以混，因为这是美国华语电台的特点。对，但是中国大陆听了就说你干嘛？你调英文吗？对，你卖弄英文吗？所以我要有个警惕这个弦。就我在出国前，我也有时候对这个很反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是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华人的孩子吧，回到中国去跟他聊天。他一句话里面一定有3、4个英文，你就觉得很不习惯，对吧？然后你就觉得你拽什么拽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啊？你以为我没有学过英文吗？我有个朋友说，你以为我不会讲英文吗？我 never forget classic struggle， 什么意思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学过。其实下意识嘛，对不对？这种中英文混杂。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咱们今天几个重要的话题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嘞？第一个就是这个还是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嘛。对，我刚刚看到进来之后才看到那个今天下午呢是英国、法国跟德国3国的外长去找到伊朗的外长去谈了3个小时，谈出来什么结果呢？啥也没谈出来，谈出来结果就继续谈。当然了，他这边提了4个要求哈。第一个要求就是说，
要跟美国谈判，继续谈这个核计划的叫做什么的控制。对。第二呢，要收缩你的弹道导弹。那第三呢是不要扩散在这叫中东各地培养你的叫做外围的组织，你的 proxy 你的代理人。那么第四呢就是要让原子能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你的东西。4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目前这其实说了都没啥用嘛。但不管怎么说，我刚才看到川普被采访说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川普说他们跟欧洲谈有什么用？你知道川普说话实在是全是大白话另外有些事儿呢不能说破，这一说破了就大家都很没面子，所以看破不说破，说破有罪过。这川普就总是犯这个罪过。我再加一个例子让我们大家进一步认识理解川普个性的例子。川普的情报总监，人家问他说：“哎，那个你的情报部门说伊朗没有搞核武器啊？”川普说：“谁说的？”他说：“加巴德你的情报总监说的，他说错了，当场就他说错了这句话，就2个小时之内就散到全世界。所以呢，川普就是有话就讲他没有直接蹦出个脏字就不错了，胡说八道，不行，说什么就已经不错。这川普的特点是这样的。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搞政治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专业的。你知道，专业搞政治的是这样的，他心里面想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系列的这个专用的一些词汇来表示的。这中共的，你看中共的文件或者中共的这个文章报纸的文章，它就是这样的。你要猜它背后是什么意思？其实各国的这个都差不多，搞政治的人都是这样的。政治八股、外交八股。对，比如说，如果换任何一个领导人，美国其他的搞政治领导人，别人问他说欧洲去谈什么，他肯定说只要谈判都是有益的，对不对？我们要进一步争取什么好的结果，他一定这样讲。这是传统的政治家一定要这么讲。但他心里面一定会想，他们谈有个屁用啊，他肯定这样讲的。但是川普是这样，他心里面的活动，他脑袋里面活动，他脱口他就出来了。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对，再举个例子这个记者说，你会不会这样让以色列现在要谈和谈嘛？对不对？那边说以色列不停，他就不谈不停手，他就不谈。他说你要不要让他们先停火？川普说人家打赢了，怎么叫人家停啊？这句话说得好，是不是很 make sense 但是非常的外交不正确，没错，非常的政治不正确，没错。但是呢，确实是，那你说这件事情要给川普这样的干活的话，手底下的人你要小心呐。对，要忍得挨他骂，对，不要当回事儿，对不对？对，这样说没错吧？对，这样的老板，这样的老板是存在的，对不对？没错。我们都知道，他骂人你就随他去好好把活给他干了就行了。那他把这个Powell也给骂得好惨哦。周3又把Powell骂一下，骂他6分钟。本来升国旗在那把他骂，他确实生气了，所以他不是给他好好干活。那么这个情报呢，确实是现在以色列给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到底有和没有？你这让美国很没有面子嘛，对吧？你这边情报部没有，你现在是让老板很没有面子这件事情，你怎么能把这个圆过来？所以也不怪川普去很火把这个巴加德给贬低了一下。现在是这个金属铀的浓缩它过了一个临界点，其实很快的。所以就是说，你像加巴德，像美国的情报部门。真正情报到了这个部长一级的这最少已经2-3个星期、几个月以前的事儿了。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不一样，这个是我生死相关的也交关的一件情报，可能昨天发生，今天就到我台面。对于美国来讲，可能这个中间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况且，贾巴德是。大概1-2个月前说的这个事情，对10周，完全是就已经时过境迁了。这个内塔尼亚胡我觉得他当然还是基本上是政治，还是就政治正确的语言还是守得不错我来讲一句他说的政治不正确的，他今天说他昨天说他说我跟我的内阁担心了半年，我们取得不了美国的同意打这个伊朗，但是呢后来我们就不管了，这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犹太民族都得灭了，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就直接打了。这就是他说的心里话当然了，你打了，川普根本就没挡他，对不对？对，还在说你要什么，需要什么吗？所以这是川普他跟这个前总统这个拜登的不同。拜登真的会去挡他的，对不对？你要怎么如何真挡他？川普绝对不挡。他虽然没有拱火，他也不挡他。
所以这是川普的很有意思的事儿哈。对，那现在不一样啊。那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节点，大家都在看的节点，就是川普明确说，我要2个星期之后再做决定。我可能会打，我可能不会打。那么为什么要等2个星期？这是对啊，这什么情形？我觉得我们要不来探讨一下。大家都在看这件事儿，而且这2个星期到底能发生什么？咱们今天看的伊朗这边现在已经什么情况了？这个王储巴列维他又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现在伊朗方面的军方、政府安全部队的成员都在跟他在联系，然后呢说他们已经背弃了伊斯兰政权，很快他们就会向伊朗人民展示这一点，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然后呢，现在昨天我们看到星链，就伊朗是在2天前就已经它的网速降到了5%。然后呢，马斯克把星链打开了，直接进去。然后呢，现在就是等于说让伊朗人民能够有一个自由通信的窗口。那么这个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伊朗这边呢，他们早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嘛，伊朗的央视，所以他们也都在翻墙看这个事情。那么这些呢，也都是资讯呢，他只要在外边一讲，里边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伊朗内部呢，我们这2天一直持续的看到，就是他的电视台被攻击，然后呢，攻击里边全部都是反神权的，这个剪头发呀、摘面罩啊，女孩子去在校园里边把头巾都摘掉了，大家使劲欢呼啊。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呢，确实是比较汹涌民意，但是呢，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现在外界也都在紧紧的关注这一边。然后呢，在昨天以色列继续呢轰炸，那么不断的在轰炸了，又是几十个这个伊朗内部的导弹基地和它的炼油厂，还有它的核弹的这些设施。所以呢，现在呢以色列是没有停啊，不断的在进行轰炸。那这边呢，伊朗呢是。它的导弹能持续多久？这是大家也要去关注的。那么这2天呢，大家又看到多架的中共的飞机在往伊朗那边走，还有俄罗斯的飞机，所以大家也都在看，说这里边在这装的是什么？都这么秘密的，他不让全世界知道，那一定是武器了。那有没有核弹呢？大家都在猜测这件事情。是。所以那你说，川普为什么2周？昨天他还是跟班农见了一次。上次你还说他是极右翼，不是的，在关键的时刻，中午昨天跟班农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宣布的2周以后，2个星期。对，看，石山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啊，因为现在打你靠什么？美国要动手的话，一定是用空军。空军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这个防空导弹。防空导弹不管是萨姆300、萨姆400，或者中国买的什么红旗，或者是什么雷达啊，各种各样的信息，就会在这2个星期之内全部暴露出来，对不对？而且和以色列在互相互攻嘛。这个打到一定程度，2个星期估计这个弹药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该暴露出来的也暴露出来了。你哪个地方还有秘密雷达，你还有什么移动的这个通信站、雷达站等等，它基本上全掌握了。所以2个星期以后再动呢，这个可以说风险最小。风险会极小。这个当然这个会这样，但是肯定很多人会骂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不是说那个什么 chicken out tackle tackle 是 tackle 是叫什么？叫做墨西哥什么脆饼是吧？对，玉米饼，对，玉米饼夹一些吃的。现在这是一个流行词啊，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我就插进来说一下啊。对 ，tackle 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说川普总是胆小鬼啊，总是变成熊样哈，就是等于先扬后抑先拍胸脯多厉害，接着就不干了，就这意思哈。贸易战也好啊，什么，包括这些例子吧，就是叫做 tackle 的意思，就这么说哈。chicken out 就有点像西部片，说2个人拿着枪面对面是吧？结果有一个人把枪一丢跑了，这 chicken out。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川普每次都跟别人拍胸脯要怎么样了，结果真的要上场，他说他就跑了，我是一个生意人，我不跟你打仗。所以我们待会讲到后来，高姐你要做一个民调，有多少人认为川普是tackle型的，还是不是tackle型的？这次确实很有意思。他离开这个加拿大的7国峰会的时候呢，他还把马克龙骂了一顿。
马克龙就说他回去呢要促进和谈，他说你就胡说，你总是胡说八道。然后呢，他说他老要出风头，他说对国际舞台上马克龙你老要出风头，天哪，对，太好玩了。对呀，他否定了吗？大家就在说，他说他要去做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说要打了，24小时之内可能就要出事儿了。结果那天砰又延了2周，那大家就会觉得你这就是个 taco 嘛，因为之前关税的事儿也是。那本来呢，就中国这边154，我哐跌下来了，然后说谈又停了，欧洲这边也是又谈又停了，到现在为止只有英国1个，所以呢，现在市场就觉得他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加上这一次他又延了2周，这个taco又开始火起来了，这就是今天川普啊，你说 always chicken 啊，他总给别人起外号，现在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但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那就是taco。他真的会胆小吗？那么对伊朗的这件事情，咱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会不会制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民意86%，86%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但是呢，60%的人说不要跟伊朗打仗，这是美国的民意，也很撕裂，怎么办？这怎么办？就是用钱买啊！专门的看能不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啊？这个。伊朗这个问题，我想啊，美国这么多届总统，每一个总统都想解决伊朗的问题，有民主党的，有共和党的，有很 tough 的，有很软的，比如有去谈判的，有给钱的，像奥巴马，这干脆你我冻结的钱我都还给你了啊，我收买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有效，是吧？这个软硬不吃，现在怎么办？现在就唯有。我觉得这可能就唯有这么一招了，就是现在以色列就直接现在已经做起来了，只不过美国人要在这个后面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用多大的力度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结果一定要把伊朗的这个核武的系统，这个整个体系要把它摧毁掉。说句实话。美国人很明显，他并不想去占领伊朗，他的地面部队肯定不会进伊朗，他只是用他的空军去要把怎么样施加各种压力，要把这个整个核武的系统把它抹掉，从伊朗抹掉。你要知道，伊朗的核武器一旦有的话，最大的威胁还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恐怕是俄罗斯和中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分离势力都跟伊朗有关。俄罗斯南部也有很多伊斯兰的这个车臣呐，中国西部的很多这些人，新疆那边。对，你要知道这次这个叙利亚的反抗军打进去的时候啊，它有很多势力有土耳其支持，有突厥人支持，也有这个伊朗支持的。还有原来最早呢是巴基斯坦支持的这一批人，现在他们有一个成建制的部队打到那个这个叙利亚里面去了，他们现在在叙利亚是一个成建制的部队。这种部队如果又拿到核武器，就核扩散这个问题，一旦核武器给他们掌握了。这个后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其实川普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啊，就他曾经就找普京去说了这个事情，普京就表示说他不会阻碍这个事情。对，我当时读出来的就是普京不喜欢这个伊朗真的发展出核武器来，他是邻居啊。对不对？那然后这个俄罗斯南部的一堆的这叫做伊斯兰国，不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地区。对，只要手里拿1-2个核弹，拿3-4个核弹弄一弄的话，那普京怎么镇住？你知道中国也是啊，中国现在中国人学历史都是忘记了，这个大清帝国倒台的之前有2个最大的运动，第一个是太平天国，是第二个就是陕甘回乱。就是伊斯兰教的比较极端的一部分人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整个大混乱，就是捻匪是吧？当时捻军是吗？不是，就是回乱。OK， 所以就叫这个姓白正虎，也不是有人说他是这个白家的后代啊，等等啊，这个 anyway， 最后是左宗棠带了湘军。是自己抬着棺材说我因为他已经60多岁了，他说我这个不打算活着回来了，咱们就死在那儿，把棺材一起带着湘军进去，然后自筹资金，然后这个整个朝廷里面没有人支持他啊，只有这个慈禧一个人支持他，
像李鸿章就说你那个就别打了，现在海防最重要，那个东西不重要了，说算了吧。他不干，那个左宗棠认为这个地方以后对中国太重要了，所以他带着湘军就进了这个陕西，然后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那一波就是中国的回乱，死了非常多人啊！这个有的历史学家说大概有4000万人，有的说有2000多万人，就是在陕西的陕北和这个再往宝鸡那一带，据说是90%的汉人都杀光了。所以这个是那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是咸丰年间。所以对中国来讲也是，它的稳定是跟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尤其跟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稳定很有关系。所以那个很多时候，你知道中国政府一直跟美国说，你那个我们这很混乱，出了很多问题，这个我们一定要在新疆如何这个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呢，一旦周边国家出问题的话，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有一些国家，你的核武器是扩散的话，这个对中国太危险了。其实中国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的。对，他那个时候回乱也是要建立他们的伊斯兰政权。对，因为就是看洪秀全这边太平天国在闹，其实我们一个机会，咱们也独立啊。没错，你那儿搞一个基督教的，咱们搞一个伊斯兰教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对，我觉得说到这个叫做中共哈，就是用这飞机去怎么讲运东西到伊朗去哈，他不管运什么东西，我去看了一下整个就是中共跟伊朗的关系啊，我看完之后让我都觉得很吃惊。你看全世界，你知道全世界每年加在一起全球哈，那么一年每天产大概9000万桶这个原油，那么中国进口1100万桶，中国是用的最多的啊，其中15%都是来自于伊朗，对，那么占到160万桶这个原油哈一天，那么占伊朗出口，因为伊朗的油出来自己还用嘛，它出口的占它出口的油的90%。对吧？然后还有折合价，那个高杰上次有说哈，对，比这个一般的这个市价要便宜10到15块钱。然后呢，这是一件事情哈。第二个呢，就是说2021年他们签署的叫中伊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中方是承诺投资4000亿，当然是25年啊，4000亿美元，就是每年要投16亿美元进去。那么其中2800亿用来这个叫做更新它的油气石化设备，还有1200亿给它修房子啊、基础设施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然后呢，就是拿这个来换，高姐来换那个便宜价钱，你知道？每桶油不是便宜10到15块钱吗？拿这4000亿去换，就这意思。当然了，这2021年到2024年3年下来呢，其实只花了不到2亿。就照道理，它一年16亿嘛，应该是50亿，只花了2亿啊。总而言之，这是中共经常这么干哈，光说不练，签一个海量的这个协议，没错，最后不给钱啊。而且中国对伊朗是贸易顺差，伊朗买它100亿美元的这个叫做的东西，出口的东西，中国只进口它50%啊，不50亿的东西。那中国出口的全都是成品哈，这个机械啊，这个汽车呀，还有技术，从伊朗买的都是原料，工业原料，所以对中共来说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卖嘛，就帝国主义的经济模式。对，进口别人的原料然后出口成品。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想还有包括说他在2023年再加入这个叫做上合组织嘛，对吧？上海合作组织哈，伊朗的这个监控设备、网络安全那么等等之类的，包括武器，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共的。还有他的这个防火墙的技术完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是，所以你觉得咱们猜猜看，他到底运什么东西到那边去？这件事情对中共有多痛啊？因为它等于是它最主要的这个石油来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石油来源，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截断。那这中共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它不光是石油中共整个在中东所有的这个布局，如果现在的伊朗政府垮台了的话，都没着落了，全部垮台。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外围的最后面全是伊朗。所以它不仅仅是这4000个亿，它的石油，整个中共在中东的这个布局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对，其实石油不是最重要的，石油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说实话，你伊朗
石油不卖给你了，别的国家会卖给你，只要你价钱的问题，这只是只是多了那么十几块钱，问题都不是太大啊。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就是有这么一个力量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完全跟我可以协调共同行动的。这样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国际战略上的帮助，就像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一样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可能未来100年啊，我们不知道中共会不会倒台，或者情况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专家认为，未来这个100年，这个全球政治的核心就是中美争霸，这个全球争霸的这个核心，所以。你要知道，共产党在100年前就已经算好这个账要怎么做，你难道他现在没有算好以后面100年怎么做？其实他也有他的一系列的布局，所以伊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棋子，有点下围棋，先布局阶段，先给在这点个子儿再说。至于这个子儿以后什么时候把它活化可以用了，那不知道。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用了，已经有很多的用处了，也很多的用处，很可能马上我们说不定如果我们看这个局势怎么发展啊，说不定明年后年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很大的用处的这个就会凸显出来。那如果我们再回到说川普的2个星期这个说法哈，我确实觉得这2个星期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一个跑道往前延，看看会跑出什么来，对不对？因为谁也说不准。说实话，川普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决定，我觉得他说的大实话。他没有说是肚子里放一盘棋然后不说话的，对，他确实也得审时度势，对不对？对。但是这2个星期之内呢，我认为哈，首先以色列一定会把这2个星期用足，持续的削弱这个伊朗的各个方面的叫做工业能力啊，这个军事力量啊等等之类的，把削弱。同时呢，就看各方面有没有第2力量、第3力量长起来，包括美国的这巴列维的王储，他有没有可能真的集聚出一股力量来，最后能够跑回去？对吧？这也是要去看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到最后巴列维第2势力、第3势力没有崛起，那么最后人家乖乖的说好，我全部收了啊。然后呢，伊朗这个政权活下来，活下来之后，他会不会再去死灰复燃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啊，怎么说中文？又说英文了，对不起，死灰复燃，观众道歉。对，会不会死灰复燃？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存在的一个风险哈。至于说在这个中间，他把这个核材料再如何再藏到民间，再躲过这一劫，慢慢再挖回来，如何的，我觉得这都是大概率事件。你要问我的话，我认为是大概率事件。我也不知道川普会怎么看，但不管怎么说，那只是诸多可能性的一个可能性，对吧？还有别的可能性，就是真的能够。就是把它打垮了啊，别的势力起来了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全球不能说大竞猜啊，大家其实都不知道答案。对美国对川普来讲呢，当然是这样。上策就是他的政权内部发生一些分裂，然后我在协助这个某一些势力打击另一些势力，结果这个政权就整个这个国家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向。这个对美国来，这个对美国也好，对以色列来讲呢，都是这个最好的一种结果。我基本上不用花太多钱，不用死太多人，不用打太多的仗，这个事情就发生变化了。但这可能性有多大？这个不知道。而且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内部的很多势力现在开始分化，开始这个找各方去找人谈判，打电话或者派人怎么，现在都各自去谈。各自去，还有内部的势力，它也因为有不同的势力，它也要相互的融合，相互的试探啊，这个会出来一些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稍微等一下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就等事情发展一下，然后你看看再怎么做。你不要现在一做，有时候你做急了，这个事情就定在这儿了，反而是往这个最下策的方向走，没必要这么急。好，我还要补充一个可能性哈，这个事情我说这个可能性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叫做真主党的事情。大家知道真主党不是过去2年被削弱的不行了嘛？其实去年以色列是变成把他的那个头脑干掉哈，斩首，最后真主党就说那好，我们就签署协议，我就不动你了，我不打你以色列了。那么这次这个双方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干起来，真主党明确就是说我们不参与。结果不参与到了昨天哈。
那么真主党就又开始重整他的炮兵，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开始调他的炮兵，开始瞄准这个以色列可能要动。以色列就先说，今天早上，这是以色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你不可以这么做哈，你如果动的话，就没有这个叫做真主党了。If there's terrorism, there's no 这个叫什么哈拉巴什么之类的哈，就没有你真主党。早上说完。中午就再宣布，已经击毙了黎巴嫩南部，它叫做利塔尼区的真主党的指挥官，叫做穆罕默德·侯赛尼，就变成他这个人显然什么都没干，就在那整他的炮兵，啪就把他干掉了。就以色列就是这么决断哈。然后呢，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说了，就说我们这2个星期我们会想办法把它敲掉。他明确说了，就是敲掉那个我说的敲掉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天哪！半天不说，就是那个在山里头的那个核设施嘛，福尔多，所以以色列自己会去敲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现在啊，我们看整个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你不能够孤立单独的看，你要知道这是一场战争的第3个阶段，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个阶段是以色列被别人攻击的，就是2023年的10月7号，就是哈马斯突然进攻，然后以色列急了，然后宣布进入备战，然后所有的预备役全部回来。你想，他打那个哈马斯需要10万后备役进来吗？根本就不需要，所有的军队全部整个外国的这个后备役全部招回来，全部赶回去。所以大家就知道他肯定要打一场大仗了。那打谁呢？那你肯定不是哈马斯，甚至你就说肯定不是这个不是贝鲁特的这个真主党，甚至你说那个胡塞武装也要不了。其实大家已经想到了，当时认为，我觉得。我当时看了，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打叙利亚，要打那个原来那个阿萨德他们那个政权啊，就阿萨德政权也倒台了。所以你看，它是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们反击，就是他受到袭击以后，第一个阶段反击是打加沙，第2个阶段是把真主党，就是这个黎巴嫩里面的真主党，基本上把它抹平了，打服了。打服了以后。可能第3个阶段本来是叙利亚的，结果叙利亚就自己就崩掉了。所以现在你就看它最后一个阶段 ，final 的 phrase 可能就是伊朗，就是伊朗。所以它算是一步，有时候是这样的。你既然觉得要做这个事情，你把一步设好了，最后一定会做的。我觉得就是不能低估以色列的那个决心，对，跟他的那种。怎么讲？他的力度，他不光是政治领导人，不光是这个国家，你看他这个民族，他所有的人的这个意识，这是非常可怕。就是别人都说，我们看啊，俄罗斯、乌克兰，我们看到台湾啊，看到什么这些国家，一说有战争了，稀里哗啦人都跑嘛，是吧？都往外跑。像我看到那个，就是说，你说这个以色列就是不一样。他一有战争，全世界的人往回跑，这次又是全都往回跑，往回冲回去。所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它的这个表现是不一样。是，所以这个确实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有这种名气，你真的是。这个是太厉害了，团结呀！咱们在加州那边都有这种犹太人的社团，对，他们非常的团结。基本上我跟他们聊天，他们就在讲，他们非常的帮助，比如有新的移民呢，或者是新的有犹太裔的过来之后，他们有一个组织，就大家就帮助你不管是什么生意，就是大家一定帮助你处一个生意，然后呢，等你再起来之后，你也回来，你再帮别的新的后起之秀。所以他们整个这个民族。他的那种，没有间隔，那种团结，然后呢，他们有这个信仰，然后呢，在这种苦难面前，他们绝不低头，而且呢，坚定着他们是上帝遴选的民族。哇，所有人都知道，无论在过去的电影当中，咱们上次提到的那个低空飞行最成功的空袭，包括他们在社区当中的这种成长，以及呢，他们获得诺贝尔奖和科学、军事、经济、计算机、经商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以经商起家的，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功绩，发明了共产主义，对不对？这个是就是说。这好也是他，不好的东西也是很多出自他们。这个犹太民族，对你知道我在伦敦的时候，这个
在这个伦敦的很低层的社会混了啊，也不是叫混了，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这个认识很多。你知道这个伦敦的这个东区的这个底层，很多都是从中东移民过去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各种各样的这种人在里面，他们中间流传很多很多的有关犹太人的笑话。我第一次听到呢就是有一个人刚去，就是说买不起房子，说伦敦房子涨啦，这个太贵了，怎么办呢？你们怎么办？旁边有个人笑话，你可以改信基督的那个犹太教啊。哦，为什么？我说啊，我就问为什么？他说你去那边。他说：“你就说你是这个犹太血统，然后你又重新去学2年，然后考试通过以后，你就可以去了。”他说他给你贷款，基本上没有利息，帮助你做帮你买房是吧？就帮你买房，帮你开创你的企业。对，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们那个社区是非常 close， 非常紧密，互相之间，尤其是。你刚从外国，比如说东欧过来的犹太人，或者别的国家移到英国的犹太人，有些地方是很穷的犹太人，刚刚过来的时候，很多人他那个社区对他帮助非常大的，有这个有资讯方面的，有这个就是生活方面的啊，也有这个生意方面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但是。比如说，他有个幼儿园，我试过。那个时候，我想送小孩去幼儿园，我看到这个地方写个幼儿园，我就敲门进去了。我就问我说：“你这是不是幼儿园呢？”他说：“对不起，那是 Jewish 啊，就是这个是给对你这个对着你对别的民族可能就会有说，哎，你这个啊，是不是什么这个有点这个什么这种问题？但反正就是，但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哈，你知道在泰国有这种联合国难民署嘛？有些中国的叫做政治意见者呀，或者说逃避这个宗教迫害的人在泰国，然后呢，基本上你在那边得到身份批准之后，就要有一个接收国，对，接收国要有一个接收单位，就接待你一下。那么在San Jose啊，高姐在这个硅谷这个地方，接收的单位就是一个犹太的一个组织。他接收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给他照顾你的生活，当然是生活前几个月嘛，跟你接待干这个事情。当时我说，哇 ，Jewish，you do this？对，那有中国的团体去接待吗？没有，就是犹太团体，在San Jose指定的联合国难民署就是犹太团体在那接待来自于泰国，你知道泰国跑来的犹太人，我想几乎是没有嘛，对吧？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或者东南亚的人。对，所以呢，当时我也觉得，哇，这是我的感觉，哇 ，OK， 会 go so far 哈，这时候会那个哈，会。服务社区，服务公益，捐款，赞助各个公益项目，这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短200多年来。其实我跟你说，在大概这个1930年代，我查了哈，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跟我们华人是一样的，没错，根本就是2等公民。去，人家是自己挣回来的，没错。他去就常春藤大学。也不收他们，给他们一个比例，很低的一个比例。犹太人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华尔街，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律师行，这些都是你是犹太人，你都进不去啊，就很多类似这样情况。就跟现在就是可能中国人或者别的民族碰到的情况差不多。他很聪明，可以上很好的大学，然后可以干很好的，但是别人你就感觉到有天花板，天花板就挡着你了。所以，但是犹太人确实是自己把它挣回来了。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有一天咱们要专门来谈谈这个问题，对不对？对我们华人很有借鉴。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他这一次呢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打来打去的，都涉及到一个民族和国家嘛。以色列说你要把我整死，所以呢。我必须要先发制人。我看到呢，其实大家讲到就是无解啊，他其实在这个宗教信仰上也叫无解。你别看他们都是亚伯拉罕和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但是呢，他们信仰的先知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认为呢，这边是12个儿子的这一支儿，伊朗这边穆罕默德这边呢，他们认为是女婿和女儿女婿这一支儿。那么他们现在呢，这个伊朗这边在宗教当中呢，是认为只要有一个以色列人的最后一滴血流光之后呢，他们的先知就会回来。现在已经躲起来了，所以他们为了他们的先知回来，他要把以色列人彻底的干掉。所以这种事情呢，很多人就说：“哎，他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国家的存亡，你去追到历史上，这已经
你怎么解？没有办法解了，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一个上千年的那么个死结。别看呢，46年前伊朗那个时候亲美国，然后呢那一段时间伊朗也很富足，也很开放，也很自由。但是为什么那个王朝被推翻了？其实也有一个他宗教势力的不满。那个宗教势力的不满呢，直接导致了对那个政权的腐败呀等等，哪一个政权都有问题嘛，他就开始给他去搞。那这些呢，你就落到今天的伊朗，这个神权统治46年之后，也挺有意思的。其实我看现在的大家都在讨论，就是你两周，以色列和伊朗这边，他能不能支撑下去？打仗不仅是打武器啊，打仗最后是打一旦时间延长了的话，打财力，打的是钱呢。所以大家都在看。那今天呢，我看到《华尔街日报》呢就在报道，就是以色列这边呢，他们就在讲，他说快速战速决还 OK， 但如果呢你要是打到2周到1个月的话，这是另外一个 story。他每天的花费呢，至少是光是那个就4个亿。每天的花费是4亿美金呢，光是那个防卫那个铁穹啊，去防卫导弹这个一启动就是将近2个亿啊，因为它是成本非常的高，去拦这些导弹呐、拦这些火箭弹等等的，再加上其他的飞机呀、这个各种的这些弹药啊，包括那些房屋的损失，所以他们的央行行长就在讲了，如果要是打到2周到1个月的时候，这个钱他们都觉得。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也不那么容易。对，那伊朗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您光说打仗，现在目前是1天4个亿，那你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这边1天7个亿，这个俄罗斯这边1天9个多亿。打仗哦，9亿美元就这么哐哐哐就给砸进去了。那伊朗这边呢，从他这个神权挺有意思。今天我去看这个资料，我也觉得很好玩，就是只要是政教一合一。这个国家保证就开始经济落后，科技不发达，最后呢就是帝国的垮塌。他这个伊朗的神权政府呢，统治了46年，伊朗现在也非常糟糕。他们这个国家是非常富有的，9000多万人。然后呢，他们光是各种矿山3800座。那么点一个地方，3800座，他们有全世界最大的铜矿。同时呢，伊朗呢还有它的石油，它的石油全世界储备是第4，排名第4。伊朗而且质量很好。对，它的质量又非常好，说水比油比水都便宜，是吧？它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人家是偷偷卖石油。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特别是这个现在的这个什么哈梅内伊，他不相信那个国民军嘛，他不相信政府军，他自己建立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共和国卫队。共和国卫队。然后呢，你为了笼络这个部队，他就把他的矿、他的这个银行、他的国有企业。房地产全交给这个国民，所以他的利益集团是严重绑定的。那么这种严重绑定呢，也导致了他整个的，我看看他这个革命卫队 GDP 占40%哦，他就一个国家的1半 GDP 都在他的亲卫队当中。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在控制这个国家，然后呢，现在呢，他们整个的 GDP， 伊朗呢原来是亚洲最富的国家，现在都赶不上中国的贵州省。大概他现在整个全国的 GDP 也4000多个亿，就4000个亿，而以色列这边呢大概是5800、5600个亿。但是以色列才多少人呢？800万。对呀，它人均 GDP 以色列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它现在有那么多导弹吗？而且就在他们现在打仗之前，这个德黑兰它的首都隔1天一停电。因为他们太垄断了，太腐败了，然后呢也不发展经济，结果导致呢那个电网也不维修啊，什么都不好，然后呢就是矿也没法开工，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极糟糕，通胀率380%多，失业率超过7%，所以然后收入也降低，说老百姓日子过得是非常的艰难，在伊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在打仗，他还要去打这个每天轰炸，他要打以色列吗？你有没有那么多导弹？你能不能制造出来？你这个钱能不能盯上去？他能撑多长时间？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撑到2周，甚至是超过2周的话，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对伊朗意味着什么？所以对以色列来讲，速战速决。对美国这个2周也很有意思，这个时间点。那现在这个叫什么？叫国防部长黑克塞斯和万斯在以色列那边，包括今天的这个万斯嘛，他也都在讲，他就替川普讲这2周嘛。那呼声这么高，民意这么强，那我看
班农就在讲，他说这不是软弱，你不要管我们川普总统叫他口，我们不是他口，他叫做强硬中的克制啊，他是这么去为川普去辩护的。所以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觉得川普真的就是deal 他口还是不是他口？对，是他口吗？还是玉米饼还不是玉米饼？对，他到底是他口？墨西哥玉米饼，还是呢？像这个班农特的辩护叫做强硬中的克制呢？那可以大家去选择一下哈，这都是大家在读这个国际政治过程当中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这是犹太教，人家也是。他没有政教合一，对吧？他也是信神的，你这边也信神的，然后你政教合一，跟那个古罗马帝国跟那个塔利班差不多，你只要政教一合一，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今天我在看这个去年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那本书吗？就是那个叫 Why Nation Fail，就是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它里面基本上就谈得很清楚，如果是一个榨取性的制度，它一定会失败。就是说，他有一少部分人垄断资源、垄断权力，然后榨取全国人民。只要你有这么一个集团，你像这个共和国卫队的集团，或者是在中国有这么一个权贵的集团，它是叫做共产党啊，全心全意为人民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号称的这么一个政党，他把所有东西垄断起来之后，这种制度一定失败。这种制度，它一定，所以以色列虽然是那个，但是它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社会，就是说你知道，以色列不光是犹太人，它也有阿拉伯人，它有这个国民有很多阿拉伯人，你可以入籍啊，以色列的，对，他的那个公民权利、做生意什么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是在内部，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个呢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估计这个做下去啊，拖得越长，这种专制体系它的垮起来就越快，是吧？对。所以现在川普给了2周时间，那也有的人说呢，川普这是个烟雾弹，搞不好他下面已经做好动作了。那之前就在部署是肯定已经部署好，对，和那个航母啊和这个。远程的轰炸机全都部署好，在哪个天空上面已经部署好了，这个加油机什么都已经到位了，只是没有最后决定要怎么做。这个部队是已经全部署好了，而且目标什么这个我估计坐标全部都输进去了。到时候只要一个按钮，啪哧一下全部都出去。只是现在这2个星期值不值得等？我认为是值得等。应该等一下，所以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那现在呢，川普这个延长2周，一下子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笑话他的起外号的，包括台湾方面直接就说看了吧，他又不管以色列的吗？在以色列昨天流传一个笑话，你们看到没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岩石上跳，叫什么？跳到下面哈。以色列和一个美国，那个男的是美国，对，女生是以色列，对，没错，一起跳哈，准备好一跳，嘣，女生跳下去，男生爬上面，对，然后他又爬上来说怎么回事？5 minutes later， 就是5分钟之后，那女生爬出来怎么了？他说没事，我们这次来，他说真的跳，又跳，还是不跳，又是女生跳下去了。那第3次嘛，第3次再爬上来说，他说这次这样，我就是腿有点软哈，你推我一下，这次一定跳。女生就站在背后推他哈，1、2、3，一推他就一闪，自己跳下去，女生又把自己推下去了。然后女生每次从海里爬上去的时候，都气喘吁吁的问怎么了，非常真诚的，一点都不怀疑的去问。昨天大家就在讽刺嘛，大家想想看，900万以色列人有800万人在笑话美国总统，但他们笑话的对吗？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做的民调嘛，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这个川普是玉米饼的话，那就打个1，好不好？如果不觉得打个2。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个民调哈，但你不用打，我是说给这个事后看节目的朋友说的哈。对，这是这个。那我觉得我们往下讲下面个话题好不好？这次哈，你看啊，我其实查了一下，这次在中东集聚了4艘航母，这个叫做什么航母群？4个航母群啊，一个是卡尔文森啊，一个是杜鲁门。还有一个是尼米兹正在往那边走，又在往那边走的是福特。我其实查了一下，在过去几十年我都没有查到4个航母群聚在一起，对，没有过的。所以我觉得川普是玩真的这次哈，整个的军力集中在一起。那现在就是问题说这么去做的话，
那别的地方会不会有空虚？因为美国总共就11个嘛，就是变成叫11辆警车，全世界到处跑，结果4辆警车全跑一地儿去了哈。那别的地方会不会空虚？那空虚的地方会不会包括台海？这是咱们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哈，其实，在最近这个2个山东号跟这个辽宁号哈，2个同时在一个地方军演，也是起码在早些时候我不知道，我看这个样子也是中共从来没有过的。当然以前有一个叫做双舰航行，对，但是演习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2个中共的航母舰队，那么同时在一起这个演习在菲律宾海做这个演习，所以呢，会不会对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什么哈？那么中共看着美国在忙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可乘之机？是不是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候？对。这当然是哈，对他们就是在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以前不是，但这个机会突然出现，那中共能不能准备得及？他现在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嘛，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所以那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的报告不是老说这个中共习近平下令是2027年，这个8月1号到10月1号之前一定要做好对台进攻的所有的军事准备，全部完成。对，现在是2025年。这个也就是说，到了2027年，并不是说2027年就要打，但是他做好这个准备，他在准备什么？除了武器装备以后，他的战略态势上的准备，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知道，美国人一直说美国的这个军力他必须还要当警察嘛，世界警察必须是美国的军力要超过第2名到第5名的总和全部加起来，就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军力。现在可能是第1名已经超过前的第1名到第9名全部加起来，对，全部超过，第1名加后面整个10名哈，我说的是军费哈，对，这个军费加在一起抵不上一个美国，对。但是呢，现在就是中共的这个速度在拼命的往上涨，所以这个呢已经开始有点摇摇欲坠了这个优势有摇摇欲坠，这是美国人的，这是第一个他们的战略目标。第2个第一个维持这种优势的目标就是它可以同时应付2场大型战争，那就是所以它的所有的这个指挥系统，它的都是可以应付多场大型战争的。当然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它就是这么做的了一开始欧洲有个战场，亚洲有个战场，所以就一直维持下来。所以现在你回过头来，你在中共这边怎么看？好，你的那个军力，虽然你很强。但是呢，你有投射的问题，你有投射的时间投射的这个距离等等所以它可以有地缘上面的优势来削减你的这个优势就是你比如说在台海，靠我这很近我都躲在山里面挖很多洞，飞机都在洞里头，从这个洞口就出去了，是吧？然后回来又钻到洞里面了。可以，他用各种办法，还有我的各种导弹呢，我可以弥补我的这个军力上的一些问题。他们就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那能不能我就在全球多点几个火呢？现在已经有2个了，对呀，这俄乌是一个，如果这个中东再点了一个，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时机，我要来试一试。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航母群跑到菲律宾海或者跑到南海去呢？因为那个是美国最紧张的一个地方。我在那儿做一下这个军事演习，我会看到美国会这个电子信号会派什么飞机来看怎么样，我多做几次。这个他也是要试的，也是要做演习的。我觉得现在还在演习阶段。如果美国人真的进入伊朗变成像伊拉克、像阿富汗那种长期拖在这个地方，或者这个战争扩大，或者变得更加把美国的军事力量更拖进去更多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台湾海峡会非常危险。
有可能就开。那你怎么看现在中共的这个经济实力哈？我最近几天一直看下来，我都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它的萎缩，经济的萎缩哈，以及说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包括中共他自己的政府官员。我刚才看了一下是怎么说呢？现在讲到几个例子，一个是北京的人哈，再叫中金公司，就是这个中央直属这些金融公司，那么都是大幅的减薪。然后浙江，你看浙江是很富的省啊，叫做公务员的工资啊，一年减掉5到6万，科长科级以上减掉8到10万，再高级的话就降15万左右。当然比例我不知道哈，但是广东这边有很清楚哈，广东是这样的，广东的警察多个地方，他的这个一年薪水从前年的30万块钱变成现在20万。减掉1/3嘛，东莞的一个银行是国有银行，中层官员说，我们也是2年跌掉30%。那山东青岛呢？我看到有一个乡镇干部说，他们的也是薪水打折，也是发7成薪水，就是也是减掉30%，他钱还发不出来，他延迟发，为什么呢？因为县里头没有钱了，就这么个情况。对，所以呢，整个的我就觉得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什么通缩呀、降薪啊、谨慎消费啊，这些东西全成了一个经济状况的一个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力量不行的时候，他还有力气去打这个台海吗？或者反而是他更有动机去打仗，因为更有反而变成一种动力是吧？对，反而会要解决大家的一个关注点。对，我们衡量经济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我们如果从这个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讲啊，和平时期衡量经济和战争时期衡量经济完全是2个系统，完全是2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平时期的经济，我们可能就像你考虑的，这个资金流动怎么样啊？这个财政如何啊？然后我们这个每个人工资，然后对外贸易做生意啊，我们要考虑这个衡量的因素。和战争时期你衡量的因素，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战争时期就更接近什么呢？更像计划经济的这个体系。因为我所有东西都要把它计划进去啊，所有的我的物资，我所有的这个人员啊，所有的这种交通运输，甚至包括这个所有的燃料这些，我都要把它计划起来。所以它的那个决定它的战时经济的关键是它的制造能力，而决定和平时期的经济是你的盈利能力，你企业能不能赚钱，这个是你能不能盈利。但到了战争时候，这个盈不盈利不重要了啊，我就能造100个炮弹，我每个亏没关系，亏了我们10年以后再算，我先打赢了再说，先借国债再说。对，先弄了再说。然后，但是你和平时期，你这个企业是维持不下去，没有人去给你，就断了，你就断了，你就没了。所以，当这个一套经济体系运作不好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国家就会把它转成另外一种模式的经济，就更容易控制了。就对于最高层的这个政府来讲啊，这个是从经济的模式来谈这个问题的。你像所有的，包括美国啊，美国在2战的时候，所有的汽油都是配给的。说你家有个汽车，你只能配给多少油？这个油是你可以去买菜的时候怎么样？你怎么样啊？甚至到了你的英国伦敦，面包啊什么这些都是配给的。你要知道，搞配给制那是共产党的长项，对吧？配给制可是长项，因为共产党的这个经济体制，它就是为战争服务的，它的整个这个计划经济和它这个政府控制的经济，它就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它反而是这个它过去。我们觉得可能会很大问题，不会有太大问题，对他来讲可能是更顺。对于这个政府高层来讲，当然吃苦，老百姓是一定会吃苦，但是他告诉你啊，现在战争时期啊，你要不要为国家这个困难时期，大家是不是要一起扛啊？这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很现实面哈，现在确实已经2个地方着火了哈，俄乌着火了，虽然美军没有过去，但是起码西的美军的很多的这战略资源，包括炮弹都运过去了，对，都是155毫米的炮弹哈，基本上是不是都送过去了哈？然后再在中东再点燃一个战火，其实说白了，以色列每天烧4亿，对不对？这4亿说白了不就是武器吗？它并不是别的东西吗？这武器哪里来？不是美国给吗？对不对？以色列哪有那么强大的军工企业？也是美国在给。
在这个形势下，其实中共如果如果我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我要去拿台湾，现在是个机会，对不对？4艘航母群全部跑那边去了，没错。然后呢，现在中国的制造业35%世界的产能在中国，如果他跟美国打消耗战的话，美国短期之内有可能恢复他的制造业吗？那肯定很难嘛。起码台湾现在说我能抵抗1个月就不错了，1个月之内美国的制造业不可能追上中国。所以现在其实 realistically 它确实是它的一个机会。我在这替他算，对。但是呢，在心态上，在政治上，他是不是现在可以做这件事情？你觉得呢？你们觉得？谁要打？中共要去拿台湾呢？哪一派要打？是习近平要打还是怎么样？今天有一个消息，2天前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研究资金的叫市场这么一个市场学会啊，就这个热力庆祝中国资本市场学会，这是一个中国关于金融和市场运作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智库啊，这在上海18号，看到最左边的谁了吗？胡海峰哦，胡海峰，哎，胡海峰出席了，胡锦涛的公子是吧？对呀，然后这就很有意思。18号，那你看哈，他为什么要研究资本市场协会？咱首先看他在干什么。那资本市场，我们知道最近呢，一直咱们都看到中共政权的内部有一些到底是改革开放啊，不有些这样的一些文章吗？一些社论吗？那这个呢，就是明显的，什么叫资本市场啊？要计划经济不需要你搞这个东西嘛？这明显的是在经济金融方面怎么去实成资本市场的运作，而且是智库，你这样拿出一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一种方案来。而最有意思的呢，是在上海了。那上海这肯定中国的龙头嘛，也是经常的改革经济开放的试点嘛，搞这很地点很适合。那上海市的市委书记陈吉宁。那这都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一个直辖市，他来邀请胡海峰去剪彩去，那不很有意思吗？一共5个人，上海市的书记和副书记，这没得说，还有2个呢是搞金融方面的和金融有关系的，也没得说。胡海峰是政协的，而且是第3把4把的副主任、副主席，内政部。什么民政部的副部长，而且是第3把第4把手，管什么儿童教育啊，就管这些的扶贫，根本和他没关系。你把他扯来去剪彩干嘛？这绝对是信号，对吧？按照你说的这个，谁出场谁不出场，几分几秒占位置，对，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对，现在是解读中共密码。中共的内部，你看怎么看？你觉得是？这个权力现在正在动荡当中，是出事了。最简单就是说，在5月份没有任何报道说这个政治局会议，6月份还是没有，现在已经20号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啊。他每个月都有一个例会，每个月都要有例会的，而且必须有报道的。这个是，所以如果我是中共的，假设我是一个处级官员，一个厅级官员。那我就要很留意这个事，除非我没有上进心啊，我就是这个会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啊，是吧？所以为什么陈云这个诞辰大家那么关注？这个发生这个会啊，上面讲的每一句话，什么这个不为上只为实，哎，你看习近平讲这个话了，那你说这个胡海峰又跑出来了，对呀，然后上次不是那个谁许其亮的时候。这个胡锦涛的花圈还特意停多了1秒钟，这都什么意思？这个下面的官员一定会各种说法、各种想法。咱倒回去，当时胡锦涛在人大会议上给他拽出去的时候，他们那一年和第2年，他们敢不敢让胡海峰去剪彩？这绝对不敢，绝对不可能嘛！现在你陈吉宁不想活了。那你在干嘛？你在站队吗？所以你在表态吗？所以就基本上等于是告诉你这个信号太明显了吧？没错，就是说北京一定出事了。而且基本上就是我们胡锦涛回潮，胡锦涛一定是在回潮，对吧？在复辟。那么这个时候，权力这种情况之下，能打台湾吗？当然不能打。是吧？你要经济什么的，经济不好。中国这几次中国打仗的时候，都是经济走投无路的时候。对，就说到打台湾呢，我特别想说一下，就是有很多这个兵推啊，这个电脑的兵推啊，这个用 AI 来推演。然后有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民间机构啊，推了以后说啊，这个中国打赢了，推了15次啊，美国只打赢2次，其他都是中国打赢了，然后特别高兴。中国人说，你看我们可以打了，这个要我
老百姓这么说也就罢了，是吧？如果是中国军方也这么去想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兵棋推演啊，他的部队推演，他把所有可变的因素都设定对对方有利。哦，是吗？对，所有都设对方有利，也就是说，尤其打仗的时候，这是个保守的一个算法，是吧？不是保守的算法，最坏。他要兵推的意思是，我要看哪个地方会出问题。所以他把所有东西设成对方有利，气候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因素，全都对对方有利，他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我拿出来，我就说，哎，我就会问下面的军官，出这个问题你怎么办？你要小心啊，怎么样？这样他就部队他就有一个准备嘛，就是说你的指挥官这一系列有一个准备。所以这个东西，那个兵推和实际战争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吗？我看过那个资料上面写的啊，2002年小布什要打这个伊拉克，最后他就也要做兵推。兵推的时候是有一个指挥官的，有一些假设的，要找几个指挥官。就是你就是啊，这个萨达姆侯赛因了，你是他的这个总司令啊。共和国卫队的总司令啊，怎么样？好，然后他们就一帮人，然后跟你一帮人就把这个材料输到电脑里面就对抗嘛，是吧？这个对抗来对抗去，那个对方老是赢。后来因为那个是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将军，美国的一个退役的将军，他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当然他很了解美国，他说你军舰一靠近，我就派快艇去炸你，是吧？先把你炸毁2个你的军舰，我不是等你开炮我才打你，什么？他就想各种办法。还有什么？你不是拦截我的这个信号吗？我所有的都用摩托车送。就骑摩托送信，送鸡毛信，这样送信，哎，他也可以运作也挺好。最后这个军方跟他兵推了2、3次，全都打不过他。那怎么最后还打了？最后一集把他换掉了，对吧？这个人换掉，换了另外一个人，哎，一试赢了，说好怎么打？就当然，真正战争的时候，就没有任何这个东西出现。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真实的战争游戏的一种玩法，所以你在当中国人看到的这个美国的这些智库的兵推的时候，他就第一，他不是国防部，不是军事单位的兵推；第二，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他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推演这个战争的模式，所以你根据这个来说。那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啊！这个当然是这个要特别小心，要用这个东西来做决策，那你就完蛋了。好吧，所以看起来你看哈，从军事力量的对比，从供应链哈，从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manufacture， 这是中文叫什么来着？制造业就是钢铁啊、军火，对不对？铝啊这些东西。对。那现在美国真的搞不过中共。对。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在政治上，中共自己搞不定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其实是可以，我认为哈，台湾现在没有面临这种马上临到头的威胁，就是因为中共自己可能处一个不稳定状态之中，对不对？但是最近呢这几场仗哈，你看俄罗斯，你看这个伊朗，包括呢哈马斯，包括真主党，你不动手之前，大家吹的都挺猛，但是你一动手的时候，你发现独裁政权没那么狂，你一看，你看这个伊朗军事实力在全世界排第5、第6啊，反正也是，对啊，很靠前的，很靠前的。结果你不经打，你还美国没动，现在就以色列就把你干的这个样子的了，你这个伊朗能不能拖到这2周？这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呢，对吧？那你俄罗斯是第2强军事大国吗？不好吹。现在你打了几年了，你乌克兰就打不过，你拖到这个样子。那从这个仗，你中国吹，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别打，一打就死。所以你现在这么吹，这么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那些东西，你那么多腐败，他那个
潜艇不是有一个沉了吗？还都捂着盖着都不去说，所以你这东西你不做你是不知道的。那苏联那些东西拖出来之后，居然都不好使，都二战时候的武器了，都拖出来了。你中共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虚张声势可以，大家就比，但是你真亮出来的时候，美国可是实打实凿的。我也不觉得美国真的就是制造业就不行，大家还是低估了美国的。比如说这个那谁，咱们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呼吸机的时候，那但是全都靠中国。其实后来就在3号赛一个企业嘛，马上说做就做，对，马上人家马上就开始做，就给你制作出来。美国人他有这个基础，还是目前还有这批基础。二战那批人。往下那些年轻人还没有死绝，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没那么美国人是有啥毛病都放到天底下吵吵，自己那点事儿全都自己吵出来的，所有的丑事都放大的讨论，对吧？所以你中国那边你什么你也看不到，什么都好的不得了。那伊朗吹得多厉害呀！这一次打成这个样子，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是24小时之内就完蛋了？现在呢也有的说哇，你看伊朗顶住了，以为一打就完呢，现在他顶住了，其实不是顶住了，我觉得接下来看吧，这2周会出现很多。不顶住，别人没有地面部队，没有，就是炸导弹嘛。炸导弹你有什么顶不住的呢？是你今天早上我们不是看了那个报道吗？就是说本来以为这个以色列一面倒，结果呢，伊朗的导弹还能打到以色列的这个首都的居民区，这很正常啊。他打了450枚导弹。落下去170个叫无人机，他最后他那个铁穹的穿透力是挡住率是92%，就有8%进去了嘛。你又专门朝着人家居民区去打，你打到某个房子上很正常啊。对，什么都说明不了，它就是一面倒。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哈，那有的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你会觉得好像双方打个平手，起码在我这边看来哈，或者我们这边看来，完全不是平手，完全是压着打，完全取得制空权。对，取得制空权什么概念？就是叫上帝视角，对不对？我在上面往下看，我爱砸谁砸谁，就是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呢，这个有点像这个伊朗还没有打死，躲在战壕里不露头，就拼命往外扔石头。哎，我扔到1000个石头，有一个砸到对方脚趾了，我这个是平手。这个东西就说不过去。对方是你一露头就打，是吧？就是他知道你在哪儿。但是我看那个报道，我真是觉得一个感叹啊，就是说，其实谁有怎么讲，谁有媒体。对不起，谁有宣传机构，谁就决定胜负是什么，他就把解释成那个样子，老百姓又不知道，没错，那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就一定要兼听则明嘛，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个班农就在分析嘛，他就为川普这2周的延续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不要把美国太多的卷入进去。以色列挑起的这件事情，你们把它干好，然后他就直接跟以色列说：“你们不是说吗？你不是说你们能够？”那个凭你自己的力量就把它搞定吗？赶快做，你要赶快做这件事情。他说美国人不能介入这件事情，会造成美国巨大的这个分裂。所以2周的时间，我们这叫强制中的克制。那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班农，包括呢大家对川普的解读，不管别人怎么笑话川普是他口，但是呢美国人的民意加上川普的本意，他绝不让伊朗有核武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一个手段、方式和方法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就我们不存在原则上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吧？你要知道犹太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你们都觉得那个很深炸不了，说不定他派一个特种兵过去，挖个洞把它炸了，这个都很难说的。你知道当时这个他们去非洲抢那个被绑架的人质的时候。就是明目张胆的派了一架民航机下去，然后部队突然出来了，就冲出来了，把那飞机抢了就跑。对，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国家。对呀，那个纳塔尼亚胡，我觉得他有一段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呢，他们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10几年了，但是呢，美国不让。然后呢，奥巴马。拜登都不同意，他们还去用钱给了伊朗10几个亿，造成了伊朗这些年的发展和崛起。所以呢，现在呢，川普是什么态度呢？是不管，所以他们才在他60天协议的第61天就干过去了。所以呢，以色列也有这种坚强的决心。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很可以看到这个接下来的这2周之内。就像你说的似的，会出现什么？欧洲这些这个谈呢，很有可能给伊朗的政权带来一个希望，但是
他们只要有希望，他们就一定会失望。川普的决心，只有欧洲，他们还有法国，他一直在支持这个伊拉克和伊朗这边的核的原料啊技术。以色列的决心和川普和美国的决心，以至于整个世界，德国和日本都在表态了，以色列在替我们干脏活，你那边中共可以去秘密的送点武器，人家就不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表示一下吗？脏活都给干了，那总得有点奖励嘛。所以这次他又把他们的医院，把以色列的医院都给炸了，那以色列他们就讲了，他们一定会报复。一定会，他们死了，以色列已经死了20多人了啊，平民都已经死20多人，所以他们一定会去追杀下去。所以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黑格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和万斯在那边，这肯定在你需要啥，赶快去干吧。对，还有个赛事，对，美国人现在一定是跟以色列人在密切的合作。对呀，就是说第一波怎么做，第二波怎么做，到时候应该怎么做，还有他们部队到时候怎么协调。因为你要知道，美国在中东的几场战争，以色列都没有加入的。包括打伊拉克，包括打阿富汗，这些都坚决不让以色列人介入。这个是因为很担心啊，阿拉伯国家会反弹嘛。但这一次打伊朗，你要知道事先有各种铺排的。那个川普先去了这个沙特阿拉伯，跟大家谈好了，我给你钱，给你武器，然后怎么样。这些人全部都安定下来了，虽然表面上现在都在抗议，但这些人你看飞机都从他们上面过去，都从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们这什么叙利亚这些地方都从上面飞过去，所以他是铺排好了一系列的东西现在干的。这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看说川普不管，那我觉得是表面上，说不定哪天他说漏嘴，我早就布置好了。我们只有10分钟，我们来讲个这个13题的话题。哦，对，秦腔琼是吧？对，那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先看那个短片，我们先看一下哈。对，他是一个这样，是有一个中国的小孩，大概是去外面旅游，然后去了。好，不知道是谁给这群人的胆子啊！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居然敢歧视中国人。Sorry， Don't fuck that country，OK？What is 秦腔琼？我算命。兄弟们，事情是这样的哈，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孟加拉。今天本来我想去他们这个布里干加合作厂啊，结果在河边我就碰到一个坏小孩。我发觉先啊 ，Where are you going？ 这群小孩从见到我开始就一直对我喊秦腔琼。这是一个非常对中国有误区的词汇啊！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不要喊，不好。等我一转身一走远，接着喊。你妈说啥呢？就开始去找别人的麻烦然后就整个这个后面他这个拍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安排了或者给了钱叫别人怎么样，不知道。但他反映出一个心态，就是你被歧视了。我们首先讲什么是秦腔琼。对啊，什么东西啊？秦腔琼其实是欧美人觉得中国人在讲英文的那个调子，就是那种当当当当这种的，秦腔琼冲冲，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是广东人、南方人啊，广东人、福建人在讲话的时候一种感觉，就是他有包括越南人，我们也知道巴那东那这种感觉的，就是。他在讲话讲英文的时候也带这样的腔调，所以他们觉得好玩。他们说就是这样说中国人一讲话就是清腔雍雍就这样，结果就变成了就是去形容中国人就是讲话。这个就你说他有歧视，他也有也确实有，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要在海外的歧视中国人的说法很多的，包括 Chinaman 啊，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把眼睛拉起来呀，是吧？往上就是中国人，往下就是日本人，是吧？什么 Japanese， 就这一类的，其实这种文化全世界都有。你知道在香港，这个外国人叫什么？叫鬼佬，对不对？叫鬼佬。在中国叫什么？美国鬼子、日本鬼子，就洋鬼子，也有这样的说法。问题是，在香港经常说，这个鬼佬坐这边，那鬼佬不会觉得他被歧视。他们自己也说他说我们鬼佬，我们鬼佬不喜欢吃你那个东西，就诸如此类的啊。其实他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你自己心里的承受能力。就中国人说，当你不尴尬的时候，尴尬就是别人，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现在突然有钱了以后的一种感觉，就像他说的。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居然敢歧视我们啊！就像那阿 Q 似的，你说你赵太爷这个打我一巴掌也就算了啊，你这个小赖痢头，你吴妈我跟你睡觉你都不愿意，还歧视我，你这算什么？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假洋鬼子他们歧视我也就拉倒了，你们这帮人还歧视我，就这种东西，就是我也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挺变态的一种感觉，所以我在英国，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是在那个社会最底层，跟黑人、跟阿拉伯人、跟土耳其人混在一起啊。他其实你就歧视他呀，对不对？他说你那。什么 Chinaman 什么的，你说 go back to Africa， 你也跟他吵，反正就无所谓，大家就这么回事。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运作的啊，就是这么运作。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清腔冲啊，现在成了好像中国人觉得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侮辱，一个被歧视。其实包括欧洲人歧视美国人，英国人歧视法国人。德国人其实就是看不起英国人，英国人就法国人看不起英国，这个全世界都有各种有关各个国家的笑话故事，一大堆的，你随便讲那个你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听到。这个中国人歧视的也是一大堆，不要太 take serious， 因为你在意，所以别人就特别愿意讲，真的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以前啊，90年代的时候，你要是中国有一本书很有名，中国可以说不，这个是中国民族主义民间的民族主义的第一本书。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里面，我觉得不舒服，有一个情节就非常不舒服。这个作者他说啊，我在南京的某一个大学，或者南京大学还是哪个大学，这个舞会上跟一个日本女孩跳舞。在跳舞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那日本女孩就说：“我这不太了解，我也不想知道这个事儿，也不想管。”这个人就不干了，就跳舞啊，他抱着跟别人一起跳舞，就不停的说南京大屠杀这样那样的，这样那样，拼命讲。就那女孩就火了，说：“我不跳了，我走了。”哎，他就很得意，写在书里面啊，说：“你看，我教训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青年人。”后来我当时看了，我就觉得好难过。我说：“哇，一个小女孩只是跑去玩是吧？去在那跳舞，你有这个必要去抓着她拼命讲啊？你知道这个是那个是吗？”我就觉得，我不认为一个崛起的民族，一个有自信的民族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个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像当然现在中国人都敏感，在别的地方看到什么台湾的旗啊，或者看到什么其他的，简直是就暴跳如雷的那个样子，都跟中国人这个刚刚崛起骨子里面那种不自信，我认为是非常有关。我看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他的民族自豪感，不是他的民族自信，我看他是他内心的极度虚弱，是这种就非常不自信的这种，就是翻译一下就是说。你难道不知道老子现在有钱了吗？没错。哎呀，你说他不自信，我觉得挺霸凌的呢。对，你说对方现在是孟加拉的，在他眼中的时候最穷的人，把他扔到美国，他跟那些黑人，他敢这样的吗？对啊，他敢去骂说，对吗？你敢吗？这是一。第二个，人家叫他清腔穷，他怎么回？对吧？他敢不敢？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是真他，我觉得他在这里边，他在欺负那些人，我觉得在欺负那些孟加拉人，对吧？也有那种霸凌。你刚才讲，我就在想起来，那之前的中共政府，你记不记得？就因为这个台湾国旗，连航班飞机都不允许用台湾的国旗。哎呀，出去比个赛也不能用台湾国旗。你瞅瞅，因为这个台湾国旗闹得简直全世界，把人家都烦死了。刚开始大家还都是受你这个哈，就都改了。哎呀，越改越闹呀！以一个国家之力就欺负那个台湾的运动员，欺负到那个份儿上了。后来人家运动员也受不了了，因为这个 NBA 的那个球星，大家都骂那个 NBA 球星，为你点钱你们这个时候不喊人权了，对吧？美国，哎呀，我觉得这个事儿，但这种事情呢，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有自信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
你用得着这样吗？对，你这要有点包容之心，去看一看。对啊，就是包括全世界。在国际上被骂的最凶的是谁？是美国人，是美国人，是特朗普，是川普，你知道吗？全世界都可以骂美国，现在都成了 tackle 了。所以你如果如果你觉得你觉得川普讲那个有意思吗？说。那个比尔盖茨骂我就算了，你他妈的你也骂我算什么呀？那你觉得讲这个话，你说大家什么样的观感？你要去想一想就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中国人要有自信心，要有自豪感，要有自己的这个文化自信和这个种族，这个我们对人了，我们不说种族国家，就是人本身要有自信。这个自信体现在包容。体现在平和，不体现在拳头，体现在幽默，一笑了之。哎，对。虽然你在美国有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只是觉得挺好笑的。但是中国我发现在网上有挺多这样的视频的，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拿我们中国护照，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最后过2天给人关监狱里面了，那个。就是说，好吧，挺可笑的一件事，也是个文化现象哈。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其实这2天中国不是伊朗打架了吗？跟以色列这战争开始了。哎呀，这2天中国国内这个政府撤侨啊，他们怎么努力呀？然后撤了1600个华侨回来呀，然后马上采访啊，这个撤的学生或者是当地的中国人也得夸啊，政府尽心尽力啊。以前都是在电影当中看的，现在我们看到尽心尽力为我们服务。然后呢，实际上的民间和这个呢有巨大的一个差异，又比了说那个德国、美国都没发一个像样的通知。所以就这2天也是，哎呀，在国内也是。就是从这个政府的那个宣传口上面开始的大肆的炒作，我厉害了，我的国。其实呢，好多就给扔到半道，还不给你接回国，扔到半道一个地方，自己旅费都自己扔到开罗，一般都是对。然后呢，人家他主要怕你没看过金字塔，叫你顺便去玩一下，对吧？就那种吹啊。然后美国这边其实早就开始撤了嘛，而且飞机去人直接就拉回来了。人家美国我们看不着一个媒体，只是说还撤回来了，没有人去说美国伟大美国这么了不起。你看我们家撤的没有，真的没有。相反，美国那个这个叫什么了？就是那个。有个电影就是到越南把那个大兵的遗体要救回来，人家一个士兵的遗体都要救回来。你看你北朝鲜死了只拿钱，死了遗体俄罗斯给都不要。那中国这边也不用说，在朝鲜战场那个遗体根本就不要，哪有啊？所以这些事情不在于你自己怎么吹，你在于整个这个政府你做了之后，民间怎么去看你。这件事情不是你现在有钱了你怎么吹牛，你那个没有钱的时候，你在那个具体的事儿上。有没有做？我觉得对啊，你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都这个样子，你就别看他们一天跟被蛇咬了似的，碰一下就跳起来了，碰一下就跳起来了。这以前北京有个笑话，说老子以后有了钱，那个稀饭一次买2碗，我吃1碗，我倒1碗，知道吗？这个就是，哎，你这个刚才那个视频你要找得到，下面就是这个故事，对，是不是？把那个人家小卖部里的所有的这个什么零食全部买出来，就是去散发，就是你说的这个。对，这反正就是说，就平常心。其实有一些朋友刚刚出来跟国际社会或者怎么样，你把这个集体的这种声音啊，对国家也好，对什么群众也好，变成你自己的义愤，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因为我们接触的多，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矛盾，你把所有的矛盾都上升成这个什么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其实有时候就是人和人的矛盾。我看你不顺眼，我都你看我不顺眼，就是一点小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你要知道，这个真正中国人想崛起，这个国家真正的想立于这个世界的民族之林啊，以前经常说这个，就是一句话：平常心。你别把自己搞得那个。行，大家觉得怎么样？咱们232个朋友投票，你认为川普是 taco 吗？34%的人 yes，67%的人 no。1比2。为什么每次都是1/3、2%？没有这也是很正常的啊，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要如果今天大家都100%的话，就不正常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位呢，赛姆黄这位朋友给我们赞助了49块9毛9。哎呦，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大家一赞助总是49块9毛9，为什么不是50呢？总是带个99啊？
为什么？告诉我们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我很好奇哦。非常感谢您哈，Sam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了，那方伟。另外呢，就看到现在在早安中国这边大概有将近500人在看哈，非常谢谢大家啊。现在因为逐渐的我们要把这个节目转到早安中国那边去，所以呢还是请大家现在呢就转到就搜一下早安中国，或者我们小编贴一下啊，过去之后点击一个订阅。当然了，在方伟时间的朋友，这新来的朋友也请大家点个订阅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让这个节目可以跟更多的人见面啊。因为对你点订阅的话，油管就会把它推送给更多的朋友。另外呢，你要点为什么要点呢？就是以后的节目不会错过嘛，对吧？也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讲的话题哈，其实都是一些时事啊，我们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对啊，讲一些。就是在国内的听众朋友啊，能不能发 email 给我们反馈啊什么的？有没有 email 信箱？或者是什么？对，这就是那我们就贴一下好不好？对，我是挺希望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听到有什么感受，有什么的反馈啊，能够发出来，因为和海外的这个华人的朋友，他们这个是当然我们对这个他们反馈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陆的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能够通过短波，通过收音机啊，能够听到一些消息，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的，那当然了，这个 email 我们以后再把它弄好哈。现在我们就贴一个就是方伟 @bayvoice.net 哈，我们小编贴出来。大家如果听到这个希望之声的对华短波广播的话哈，就给我们这个回个音哈，听了多久了？那么感受是如何？我们下次准备第一时间上卫星广播。其实已经上了。已经上了吗？对X Radio。no， 不是 X Radio，中国大陆上空有一些这个卫星，卫星广播，装小锅才能听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喽。好的，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好喽 ，OK， 好，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